香楠姐，看来这次的生意对唐皇真的很重要，要不然李总也不会特地赶过来。陆方思要推出他的新品牌，咱们可得想办法赢他呀。万一要是输了，现在想办法来得及啊。不过你放心吧，李唐对公司的事儿从来就不上心，他回来也只不过是想放松一下。唐皇的事儿他不会过问的。你这个设计总监也不会有什么问题的。香楠姐，我能有今天，还不是全靠你吗？李总是你男朋友，你们俩那么恩爱，你一句话，他怎么可能不给你面子呢？我发现你现在很懂得走捷径嘛，怪不得今天亲自过来整理样衣呢。不过，我喜欢懂得走捷径的人。那当然了，只有笨蛋才会舍近求远。是啊，不过这个世界上还真有这种喜欢舍近求远的笨蛋。最主要的是，他们还觉得自己很聪明。怎么了，大设计师？刚一回国，就不把国内的同行放在眼里啊？那倒不至于，我只是没把你放在眼里。别生气，容易老，你这个脸还得打各种小广告呢。你最好别耍花招。要不是国内的服装公司给他机会，他能有今天。现在倒好，一成名就知道抱乔瑞斯的大腿了。对了，听说你和他是大学同学。有些事儿最好一辈子都不要问出来。方思姐，刚刚主办方的人说乔瑞斯的总经理找我们。总经理，不会是出什么问题了吧？怕什么？随便进去折腾两下，事情就解决了。只要傅公司退赛，唐皇就一定能来笔生意，你也能高升。但是，万一他要是追究起来的话，你不是喜欢走捷径吗？就这点胆量啊！向南姐，要不我在这儿给你把风吧，这样保险一点。在哪儿啊？在那儿。你找我们？找你们？没有啊。你就是乔瑞斯总经理吧？不是你找我们来的吗？谁告诉你的？我找你们干嘛呀？来，跟我过来。艾米，到底是谁找我们呀？怎么回事啊？一个工作人员在哪儿啊？好像是。哎，艾米，你问问清楚啊。方思。
方思，我们一起学设计，但你一直压在我头上。现在你成了设计师，我却要放弃理想，变成一个活动艺家。不过，我还是赢了。你设计的再好又怎么样？礼堂是我的。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哎，方思，不会是出什么事儿了吧？不好意思。你找傅方思啊？对，我有事找他确认一下。哦，他不在阳一间，我带你去找他吧。哦，好，走走走。既然当时你已经放弃了，你就不应该回来。反正你也不想见礼堂，所以你也没什么好怪我的。你怎么会在这儿？什么时候回来的？这是干嘛？这句话应该我来问你吧。我倒想过不少我和你重复的场景，却没有想到会是这样。这么多年过去了，你做事情还是这样。我做事情怎么了？我做什么了？我进阳一间有什么不正常的吗？好啊，我进去看看。李浩然，我在这见到你，我是觉得很意外，但也仅仅是意外而已。不管你看到什么，你觉得如果你说出去，别人是会相信你这个做模特的，还是相信我？为什么我最近老是被人当成模特？这个时间在后台跑来跑去的，不是模特就是跑腿的呀。衣服不错嘛，去哪家灯牌？我比起你这个名模，实在不值一提。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更庆幸当初的选择没有错吧？我从来没有为我当初的选择后悔过。你可以恨我，你可以怨我，但是我现在只希望你能好好的过下去。如果有什么要帮忙的，打我电话，有事可以找我。帮忙？补偿吗？随你怎么想吧。方思，怎么会这样呢？方思里面出事了，人先还没出来呢，衣服就被撕了。我就不知道是这个傅方思的人品太坏呢，还是真的这个世界上坏人太多了。明明什么都有了，又何必这么做呢？你知道是谁做的？难不成是你安排的？我安排？你想什么呢？傅方思现在在找场务呢，调整出场顺序。那你这个忙要不要帮他？要是他连这件事都解决不了的话，也就没有资格再继续玩下去。方思姐，他们不肯调出场次序，怎么办呀？我们没有时间了。这件可是主打款，一会儿我们可怎么登台呀？我去找艾米。找他有什么用？那现在找谁有用啊？你在这等着。
姐。浩然应该不会说出去的。傅方思，你发什么神经？你妈没教你进别人房间之前要先……哎，你现在就给我换衣服！我要跟唐王调换次序。傅方思，你算什么？你凭什么指使我？我告诉你，秀马上就要开始了，你少在这给我撒搓，出去！你要是不肯换的话，就给我穿正着上去。傅方思，你是没带药还是吃错药了？你也不看看站在你面前的是谁？我就不换衣服，你能拿我怎么样？我告诉你，流程早就定好了，又不是你男朋友，你说换就换啊！哎，陈江南，你别以为我不知道是你弄坏了我的衣服。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在说什么，你心里应该比我还清楚。没有证据的话，不要在这随便说，小心我告你诽谤。还有，我怎么这么喜欢看你这张极目攻心又毫无办法的脸啊？真是太可爱了。就是有点小遗憾，品牌还没推出，衣服就先坏了，可怜呀。身为名模，漂亮是漂亮，可惜就是小时候书念的少了点。你以为更衣室里面没有摄像头就吃准了我拿你没办法，但是你别忘了，那里已经改成了我的样衣间了。而且今天对我来说非常重要。你要是不想这段视频几分钟以后出现在各大八卦杂志的邮箱里的话，现在就给我乖乖的换衣服上场，否则就等着明天收我的律师信，然后被狗仔拍个够吧。现场的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今天非常的高兴可以和我们的业界同仁们来参与这一次服装的盛会。乔瑞斯是全球顶尖的服装代理商，可以说全世界89%的奢侈品品牌都是由乔瑞斯来代理的。而今天我们更为高兴的是，终于可以和我们国内的同仁们进行一次有深度而且是正式的合作。好，事不宜迟，让我们来期待一下服装的盛宴马上开始，掌声在哪里？把你的外套脱下来。啊？
欣赏的是堂皇服装公司带来的新系力作，而这一系列他们将继续秉承堂皇公司以前所坚持的西式和轻奢的风格。掌声有请堂皇服装公司。哎，主持人，这是什么情况啊？我不知道啊。什么叫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你就报？不，这不是我们公司要的背景，而且我们堂皇不是说好是压轴的吗？谁让你报的？现在这个 rundown 怎么写我就怎么念的，你知道吗？那谁给你改的？定好的流程怎么能说改就改呢？主办方吧，应该是主办方。哎，这样您冷静一下，咱们先把这个怎么冷静？发展不错嘛。哎呦我的妈呀！哎，我的神呐，大哥，你可总算来了！我早跟你说了，自己公司需要盯一下，我一个人忙不过来的，对不对？你说你天天打，叫你过个场你都搞不定，你在搞什么？我也没办法，我一个人忙得过来吗？你说？哇哦，欢乐继续。
续美丽不停。下面要请向大家非常受关注的 Fancy 为大家送上最新的设计，掌声欢迎！定好的流程就是我们弹簧谢幕，我们弹簧是压轴啊，不知道为什么改成他们了。我问主持人，主持人说就是主办方安排了。10年之间，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我们还是一样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傅方思，你从来都没有爱过我，你只爱你的事业，爱你那个脑子里永远不可能实现的白日梦。我是要有多瞎才会爱上你？恭喜你，现在复明了，擦亮你的眼睛，去找你那千依百顺的小白花吧。我找什么人都跟你没关系，像你这种缺根筋的人，永远也别想成功。那你就准备好打自己的脸吧。5年之内，我会让我的品牌成为潮流，我一定会成为业内最好的设计师。好的，下面有请乔瑞斯中国区副总裁尹浩然先生上台讲话，掌声欢迎。之前和你说过的，我们很快会再见面的，是你不信而已。谢谢各位，今天傅方思小姐她的表现实在太好了，让我迫不及待地想宣布，乔瑞斯将会与傅小姐展开全面合作，将 Fancy 这个品牌推向全球。接下来将会有盛大的宴会，希望大家参加，谢谢。去啊！喂，这根本就是赤裸裸的潜规则。这个傅方思肯定是跟尹浩然串通好了，改了我们的场次。我跟你说，这俩绝对有一腿。好你个傅方思！今
用这种招数，卑鄙下流无耻！除了那个之前拽到报道的设计师就是他，那除了他还有谁啊？啊！我快被他气疯了，我都。公司，尹总的钥匙，还给你。我想起来的时候，你已经走了，你的车就停在我的工作室楼下。怪不得我去拿车的时候发现不见了，我还以为被偷了。想不到你也有替人着想的时候啊，谢谢。上次我只是想要找一个适合我衣服气质的人，所以。你的专注还有你的执着，比你的才华更耀眼。恭喜你。谢谢。来。你们多少人参加都没有用，命运是老天注定的，结果是我内定的。你们回去好好学习吧。你不是说我不可能成功吗？现在看到了吧，连尹总都拜倒在我的裙下了。你现在是想自己抽自己呀，还是我替你抽？别光顾看呢，现在怎么办呢？湘南姐，湘南姐，湘南姐，哎，湘南姐，你不能走啊！人家主办方一会儿还有晚宴呢，特意邀请的你。秀都结束了，留着干什么？还有，我警告你，以后邀请我的活动，只要有姓傅的，一律给我推掉。我方圆2公里之内不能有这个人。哎呀，湘南姐，你何必跟他那种不长见识的小人物一般见识呢？喂，李谭，我刚才到处找你都找不到。我在秀场大厅，你立刻过来。哦，好，我现在就过来，你等我啊。喂，哎，傅小姐能跟我们说一下这次秀的心得？Fancy 是我花6年做的品牌，那么在面料跟设计上面，我都花了很多的心思。其实一直想要传达给大家的，傅方斯的主要目标呢，就是成为中国最顶尖的设计师。李谭，怎么了？在等待，空荡的口袋，想在里面放一份爱。Why 总是被打败，真的好无奈。其实我实实在在，不管帅不帅，想要找回来自己的节拍。这一次，我要勇敢。这一条项链叫做非你莫属。虽然它不是钻戒，我太喜欢它的含义，所以我就先买下来了。你愿意让我的机会为你戴上？你的存在，引带你的方向，我一眼就看出来，是因为爱。我猜你早已发现我的爱，好几个我，好越近越明白。不要走开，不要走，幸福的开始就是放手去爱。你愿意嫁给我吗？走了很远才回我头，认真一点。伸出
你说我们把这些人偶当做模特怎么样？也有可爱。干什么呀？嫁给我吧。哎呀，别闹了。你又见些脑残了？天黑之前要是完不了工，明天开店的庆典你就让客人们开这些废墟啊？傅芳思小姐，你愿意嫁给李唐先生吗？你愿意一辈子爱他、保护他、安慰他、照顾他，不论健康或是贫穷，幼稚或是不懂事，你都愿意陪他一辈子，直到他离开这个世界吗？李唐先生，花和戒指都没有你就跟我求婚了？你这样怎么娶这个未来的传奇设计师傅芳思小姐？你觉得这样合适吗？啊？这假话，太没有诚意了。嘘，现在是神圣的时刻。现在花跟戒指还有自行车都有了。还要考虑什么啊？太草率了，我怎么答应你啊？我都为你离家出走了，而且我们现在有个小孩，你就算不是为了我，也要为了我们的小孩子负责。李唐先生，请您注意您的措辞啊。第一，您离家出走不是因为我，而是因为你父亲。第二，这家店也就是您口中我们的孩子，现在还什么都不是，除非什么？除非有一天，他可以写上傅芳思这个名字，只此一家，别无分号。你傅芳思，从今天开始就是我李唐预定了，你等着。你要干什么？公路场所不太合适吧？是因为我知道永久。傅芳思果然还是傅芳思啊，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恭喜啊，离你的梦想越来越近了。李唐也果然是李唐，一着急起来，别说脸了，就连脑子都不要了。刚才那场自编自导自演的戏真是精彩，又狗血。也恭喜你啊，离变态幼稚狂也越来越近了。我不像某些人特别有本事，勾勾手指头，露露大腿，就可以拿到那么大的订单，好厉害哦！我也只能用幼稚的方法搏搏版面，不然我怎么跟你这种人比呀？哦，生气了。我又没有说你，干嘛对号入座啊？当然你要承认，我也不会介意啊。你真以为这样就能赢了我是吧？我从来不做没有把握的事情，除了当年我长得睁眼才会跟你这种人在一起。当年就像一张画烂的图纸，早就被我扔进垃圾桶了，就连垃圾桶也早就被我烧了。是啊，只有你这种把别人真心丢到垃圾桶里面，不懂得付出、不懂得爱人的自私鬼，确实不能理解求婚那种幸福的瞬间。别人的真心只有一次，你李唐的真心就跟你腿上的汗毛一样，又多又不值钱。还有啊，幸福这种东西靠我自己就够了。你干嘛？你干嘛？李唐，我告诉你，这一次我绝对不允许任何人，包括你，夺走我辛苦争取来的东西。那我顺便提醒你一下，好像有一个人1个月前才刚过生日，
38岁。小心时间过得太快，自己到老才发现，孤零零的一个人过日子，自私鬼。今天我才非常的确信一件事情，那就是离开你，是我这辈子做的最正确的决定。出什么事儿了？遇到一个神经病。哎，你今天在发布会上说的是不是真的？你真的想结婚啦？想啊，为什么不想？不就结婚吗？结婚之后我们一切照旧，想干嘛就干嘛。结了婚之后，你就是我们的小公主，我会更努力的保护你。就这样啊？小公主，就没有其他的？哎呀，反正最近呢，我们有的忙啦。你看，要订酒席，要选婚纱。哎，你是喜欢？看来我是放任唐王不管太久了，才会让那些小瘪三有机会乱搞。想跟我玩，好，老子这一次奉陪到底。这简直就是抢头条的表白嘛！一个是服装界的王子，一个是模特儿公主，还有比这个更美的童话吗？我觉得那个尹浩然也很不错呀，你觉得怎么样？英俊潇洒，不知道他有没有女朋友啊？你不是有男朋友吗？男朋友又不是老公，结婚之前本来就应该尽情的选择啊！你不会是要跟我抢吧？谢谢你，我没兴趣。那就好，不过你本来也抢不过我。车，方思姐，哎，方思姐，唉，没有男人爱，心里都不正常了。师傅，咱们走吧。妈，我回来了。啊！哎呦，不许动，不许动！哎呀，我的宝贝呀！妈，你又把什么垃圾当宝贝堆在门口了？这什么垃圾呀？这都是我的宝贝！你整天买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你又不是搞收藏。哎呀，这拖鞋我新给你买的，多可爱啊 ！Hello Kitty， 你看多可爱呀，是不是？你知道我今天有多开心啊？今天超市啊限时大拍卖，3折起哦，3折起！你知道隔壁李妈妈她就去上了个厕所，一下子后面排了500-600个人，哎呀，你没看到把她后悔那个样子。这些宝贝啊，可是你妈我花了5个小时，憋了5个小时才买到的。你猜猜看，你猜猜看，我今天花了多少钱？花了多少钱？妈，你买这些又是干什么用啊？哎呦，这你过来，快来，快来！你坐下，坐下。方思啊，你不要嫌妈唠叨，嫌妈啰嗦，嫌妈催你。话说3遍不嫌多。你记得吧？楼下那个张阿姨，你知道人家比我小多少岁呀？可是人家现在那个孙子，哎呦，你没看到多可爱又胖嘟嘟的。你呢，一天到晚在那个房间裁剪剪，裁剪剪，你要裁到什么时候才能给我裁出个孙子来啊？什么味道啊？哎呀，糊了，我的红烧肉。我已经吃过了啊，糊就糊点吧。还做了什么菜呀？满汉全席，都是你喜欢的。
箱我都整理过了，过期的食品我都扔掉了啊。还有，我真心劝你，不要再去超市买什么调料了，冰箱里的酱油和醋都可以当水喝，1年都喝不完。知道了，我待会儿拿笔记起来，行吗？我已经帮你都贴在冰箱上了。我就说嘛，人家都说啊，女儿啊就是妈妈贴心的小棉袄。来，小棉袄，哎呦，我前2天让你去交电费，你有没有交？哎呦，忘了。